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众所周知呢，美国已经成为了现如今受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截止到2021年9月1日，在美国累计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3968万人，死亡人数呢也达到了64.33万人。目前单日的确诊人数也都在8万人左右。而国内的很多新闻媒体也都在持续地更新着美国的疫情现状。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很多是用夸大其词的描述来吸引点击量和点赞的，数据呢其实也并不那么的可靠。我相信有很多在国内的学生和旅游人群正日日夜夜密切地关注着美国的疫情状况，尤其是留学生人群，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回到美国的校园中来上实体课。毕竟网课吧还是没有办法提供真实的教学场景和有互动性的学习氛围的。那么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学生，今天呢我就要和大家来具体讲一下美国的疫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以及现在留学生和旅游人群是否适合来美国，安全和健康又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呢？首先，美国从疫情开始就明确的表态，相比于中国的严格封锁式防疫政策，美国呢更倾向于通过疫苗来达到全民免疫状态，以此来对抗病毒。这种应对方式呢，其实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相反，人类有史以来所有成功对抗和消灭过的病毒，其实都是利用了疫苗和其背后的原理才实现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打过的天花病毒疫苗、乙肝病毒疫苗、水痘病毒疫苗等等。现在的新生儿宝宝其实在1岁之前接种的那些疫苗呢，其实比我们当时接种的要更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病毒感染。也正是有了这些疫苗的保护，人类才能在各种各样的病毒围攻之下成功的存活下来。而我们再看这一次的疫情呢，美国其实是最早研制成功新冠病毒疫苗的国家之一，尤其是莫德纳和辉瑞这两家公司所生产的 mRNA 疫苗，更是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当中都被接种了。在美国呢，截止8月底，一共有4.41亿支疫苗被发放，完全接种者达到了1.75亿人，仅仅接种过第一针疫苗的人也有2.05亿。从这个数据呢可以看出，在这次疫情中，美国政府对于通过研制疫苗来抗击疫情这个手段所投入的金钱和精力，还是收到了不错的成效的。那么既然美国在疫苗研制和发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那么为何美国到现在还是日增数万人确诊呢？这个我们就要从2点来说起来。第一，美国是作为一个有着3亿多人口的国家，现在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可以知道还有约1/3的人没有接种过任何的疫苗。这些人没有接种疫苗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疫苗的短缺，或者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而是单纯的就是不想接种这个疫苗。有的人会觉得疫苗是美国这个 FDA 紧急批准的，到底对人体有没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其实还不确定，并且这个 mRNA 技术也是头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用在人类的抗击病毒上，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有的人呢是由于一些宗教或者家庭理念的原因选择不接种，甚至说有的年轻人会认为自己的身体足够健康，即使感染了也能就是自行恢复，也不需要住院什么的，所以也会选择不接种。所以呢，根据美国 CDC 的数据，目前日增的新冠确诊病例中，有超过90%的人都是没有接种过任何疫苗的。这也是造成美国当前疫情态势严峻的最主要原因。那么第2点呢，是对于那些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群，按理说呢，疫苗的防护能力的数据既然这么的好看，其实应该不会有太多接种过疫苗的人再感染了。然而事实其实并非如此，这并不是由于疫苗的有效性问题，而是个人防疫态度的问题。目前呢，在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款新冠疫苗都没有办法实现100%的防疫成功率，且随着这个疫情的不断的变异，疫苗的有效性其实更会逐渐的降低。因此呢，即使完全接种过疫苗，在日常生活和外出工作时，还是要非常的注意个人防护，
戴好口罩，避免人群聚集。然而，为了使经济能够更快的复苏，生活回归平常，美国各州的州政府都想尽可能早地撤销掉之前发布的一系列管控和限制措施，以至于有些州在撤销这个口罩强制令之后，疫情数据突然的暴增。再加上近期各类中小学、大学都开学，大多数已经恢复了实体上课的模式的学校有不少年龄不够12岁不能接种的小学生确诊，他们也就成为了这次疫情当中最新的受害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留学生和旅游人群还适合来美国吗？首先对于留学生来说吧，我的看法是还是依旧可以来的。很多选择留学美国的学生其实不只是看中了他们教学内容的优势，更是看中了美国的教学和学习的氛围。如果单纯上网课的话，其实就会损失掉很多的宝贵的这种交流的机会，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很多动手实践的专业，比如说像化学啊、生物类的这些专业的学生实体上课还是会得到巨大的优势。此外，如果你是担心这个疫情会在校园蔓延的话，其实目前大部分的高校都被政府要求检查教职工的疫苗接种情况，如果没有完全接种疫苗，则不能开课。且在8月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要求上实体课的学生也要被检查疫苗接种情况，而且在开课前，有的也会被要求提供新冠病毒的检测报告，确保班上没有任何的确诊病例出现。因此如果还在国内观望的留学生们，其实你们不妨多上网查询一下你们目前所在的这个学校的防疫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能随时会更新，甚至说每天都会更新，所以你们要多多的注意一下。此外，一个让人感到乐观的情况是，据我的观察，在美国的亚裔群体其实对于疫情的态度还是很严肃的。在校园和超市内还是能看到绝大部分的这个亚裔面孔的人都会自觉地佩戴口罩且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如果你已经来到美国了，还是要时刻地保持好对待疫情的严肃态度，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要外出聚集旅游，等待疫情好转的时候再做打算。那么对于那些想要来美国旅游的人我的建议是近期还是先不要来了。一个是由于美国签证的政策其实还是没有对旅游人群完全的放开，所以想要拿旅游签证来美国目前还是要到第三国去隔离14天，所以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另外即使你顺利的来到了美国，因为你这趟行程的目的就是来旅游，所以必然会去到很多人群聚集的场所，也就无法避免会接触到很多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甚至说有的时候你会可能遇到那些已经感染的这种无症状感染者。所以说在旅游期间你一旦染上病毒的话，无论是在这边去医院治疗，还是说回国时候会接触的这个健康审核，其实这些当中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麻烦。因此我还是建议在这个阶段先不要来美国旅游了。总体来说美国当前的疫情状况还是很严峻的。美国的各州政府也都在积极地采取各种方式推动疫苗的接种，而且已经有部分的州开始选择恢复此前所采取的那些严格的限制政策。而且针对变种病毒的第3针加强疫苗也在开始陆陆续续的发放。近期的疫情态势是有望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此时如果选择来美国上学，除了要确保事先接种完2针疫苗之外，在平时也要注意好个人的防护，勤洗手，多消毒，不聚集。我身边也有不少的留学生从疫情开始就选择了依旧留在这边来上学，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确诊感染。所以说只要你时刻保持好对待疫情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那么病毒还是很难蔓延到自己的身上的。好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美国疫情的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和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